我们的团体我是最矮的，我是163，所以老板要我减到公斤。Hello， 欢迎回到 Kaki Chat， 我是杰慈，我是婉怡，我是 Vegas， 我是 Cherries。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 K-pop 练习生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以前曾经在韩国当练习生的几位。我19岁去了韩国，然后当了练习生是有大概5个月。我20岁的时候就开始，我待了差不多1年才回来新加坡。我是14岁过去韩国做练习生，然后当了练习生大概7年。14岁很年轻哎，当初你是怎么就是被 cast？就是我跟家里人去那里旅游，然后被 straight cast 的。那个经理有给我们他的名片，然后叫我们去他的公司看看。那你是什么公司？就是 reach out 给你SM。我本来是想当一名歌手，就是在台湾发展这种。对，哇哦，差很远。然后没有想到我会在韩国发展。OK， 那你们呢？当时是我的朋友经过这个网站，所以这个网站是Korean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他们在找一个 foreign talent， 所以我就在 try 了。Then 等到1个礼拜、2个礼拜左右，他们就发给我了一个 email， 跟我讲我被选中了。叫我飞去韩国 for 第2个 audition。那时候很紧张，因为我一踏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很像大概有8个男的就站在前面一排这样子，还有2个很大的相机对着我，所以我很紧张。那时候我唱歌的时候，我的嘴巴一直在抖，我就一边唱一边哭。哈？对，因为我太紧张了。把我对跳舞比较有自信。所以那个我就做蛮 OK 的。我是18岁的时候在街上跳舞，Hongdae那里 busking， 然后就有一个经纪人过来给我他的名片，就说你有没有兴趣当练习生？那你收到那个邀请的时候有没有很开心？有，可是也会觉得是 scam， 可是就去跟他们 meeting 先哦。那你怎么跟你的父母说？他们有没有反对？反对，非常的反对呀！因为我当时候是在读书，如果我去的话，我就要 drop off school。我还记得我的阿嬷在晚上10点的时候过来我的家，进来我的房间，我已经要睡觉了。她来，婉妮，你不要去啦！她在那边哭吗？她哭嘞！为什么？为什么？她就讲担心我咯。那你们在韩国的时候，你们觉得最大的 culture shock 是什么？整容。整容。那时我19岁，然后有一个新的练习生加入我们，他13岁啦，所以他就跟我们讲，他去年整了眼睛，所以就是他12岁整眼睛，所以那时候我们挺惊讶的，因为他说他的父母让他去整，而且在那么小的年龄，就是你父母会让你去整这类的，就是有一点太过 over 了吧 ？Not even fully developed。我觉得他们太注重外表了。所以你其他的团员他们都有被要求要整容嘛，才可以出道之类的。我就说练习生的时候啦，练习生的时候是有，我没有说哪一家公司的。女生的话，基本的是双眼皮，然后男生的是鼻子。那他们有要求你要去整容吗？就是完全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然后老板突然间进来。对啦，卡扎，他们要带他去那个整容的那个地方，然后老板就说我不用去，我留在这里。所以当时那个队长就为什么他不用去？然后那个老板就说他要整什么？所以过了那天之后，对吗？那个队长就很不喜欢我，所以就有矛盾了。第一次 meeting 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 OK 读整容吗？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跟我说，我觉得你需要做眼睛，你需要做鼻子。你需要做牙齿，可能一些 filler， 一些 skin conditioning。所以他们跟你说的时候，你没有很吓到，还是就拒绝了？我就先说因为那时候我不会说韩语嘛，我就先OK。我本来就是想要做牙齿 braces，然后我就讲那个我 OK， 其他的我要先想。后来他们真的有要求你去整容？没有，我才在那里想那么一下子，没有。那时候我们团队里面的人全部都已经有整容过了，就是鼻子啦，还是眼睛啦，还是那种 injection 这些。那时候他们是有跟我讲，我一定要做眼睛，没有做眼睛的话，他们不是讲不可以出道，只是讲威胁你
in a way， 我是已经有双眼皮了，只是有时候会看起来一点累这样子。他们讲，如果你不要做的话，等我们拍 video 这些会把你放在后面。然后你当时是什么反应？我很怕，因为那时候他们讲那年的6月就要出道了嘛。我就已经很 close 了，那时候已经4月了嘛，所以我就很怕，如果我真的是没有做的话，他们把我踢出去怎么办？所以我就做了。哎，所以这个是已经做了。哦，可是很自然。现在就比较自然。那天回家的时候给妈妈嘛，那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是我刚刚做而已，所以我对 purple color 的，then 我不敢回家，所以我先住在我朋友家先，then。还有多5天我就回家，我的眼睛已经开始 slowly start to fade off 那个 purple color 的东西。我妈妈一直来，妹你回来了什么什么，然后她就看着我嘛，一直看，一直盯着我。她就讲，为什么你的眼睛这样子啊？这么 purple color 的，你讲我 eyeshadow， 她就讲不可能，她就这样子，很痛。哦 ，OK。怎么你去整容？你会 regret 我觉得没有差别。我觉得没有差别，我觉得是一个浪费时间的东西。练习生的那个压力会不会很大？就是你们的训练那些时间啊，会很长吗？每天 morning to evening。你们到 evening？ 对，我们是从5点到5点早上5 a.m. to 10 p.m. But we can't end at 10。谁先回家，那个老板就会盯着你，就会觉得你没有用功。所以我们每次练习到2、3点，起初是觉得很好玩，so OK。不过到了后面就觉得有一点累了，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也不懂你几时会出道，所以就是你的未来是很模糊的。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感到最绝望的一件事。所以就因为这个会搞到好像心理状态都不好这样。那你去之前有没有做好，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成功 debut 的这种心态？我没有那种想法嘞，我就是当了7年的练习生，然后在中间有换公司，虽然感到很绝望之类的，但是我告诉自己，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出道，所以就是没有放弃啦。对呀。7年很久哎。对，7年。我也不懂我怎么熬过来的。读我最大的条件就是没有朋友，又没有我的父母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 holiday 这种东西嘛，他们会去 meet 他们的朋友，还是他们的爸爸妈妈这些，我没有，就一个人待在那里，就是看 video 这些，对，所以那个有一点孤单。那对你来讲还有什么其他的挑战吗？The weight，the weight，因为我很喜欢吃，我觉得韩国的食物真的很好吃。But then we only can eat like breast meat， 我们会偷偷出去，晚上的时候偷偷出去吃 barbecue 这些东西。Then next day，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 weight check， 对，你们也是吗？每天都会 check 你们的体重。每天对吗 ？Our office 的外面会有一个weighing machine。然后呢？Before 我们进去，我们一定要踩上去先。如果比昨天重了一点点的话，会怎样？就被骂。我当时很喜欢吃面包，经理就叫我的 one of the member 就管我，就叫我说我一定要 diet， 我不可以吃面包。他每次看到我吃面包，他就会讲我，I mean 我也是要 try right， 所以我就没有吃。可是有一次我真的很想吃，我半夜出去 ，OK 不是半夜吧，我晚上出去一个 bakery 那里买面包，坐在那个 park 那里吃，这么可怜，因为我吃不完了，我越吃我越 guilty， 我吃不完我就丢掉了。我的起初是没有要我减肥，然后那时我是可以吃我想要的，就是出道前的1年，然后我的体重是41、42这样的。然后那时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就增肥增到46公斤。在我们的团体我是最矮的，我是163，所以老板要我减到37公斤。37，然后我小学就37。公司会要求你们要吃减肥药啊，那种就是让你们很快的瘦下来。公司是有叫他们去打那种什么瘦针，有打什么shoulder的，然后手臂、腿这边也打，就是很多奇怪的针。不过我就是没有去打，因为你已经39公斤，已经很瘦了。也不是，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签合约的时候，我们是有讲
不要打针，也不要整容之类的。哦，对你们来讲呢，就是 financial 这个部分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全部的花费是自己出的，所以公司没有出，like rental 食物这些他们都没有出，因为当时才18、19岁，也不是说很多savings， 所以是有要跟妈妈拿一点钱的。不敢问我的妈妈还是我的 siblings 这些，因为我不要给他们担心，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借钱。他们借了你多少？当时时候借了2000块吧，因为那时候我太破产了，我去 7-Eleven 啊之类，我要买一瓶水，1块钱的，我用我的 bank card， 然后他跟我讲不够钱在里面，那我就来。所以你们就是当练习生的时候都是没有收入的，公司不会给你们一些 allowance 还是什么？公司是会给，不过他们会记录下来，就是像我们吃的，很像我们做头发、染颜色之类的，然后就是他们每次会拿那个单据，然后放在一个文件，呀那记录下来是就是 for what？出道后要还钱。呀哦，出道后你要还他？呀，就是所以就是很像他们说他们还，不过其实不是，是扣我们的钱，但是我们不懂我们赚多少。哦呀，我想问你还完了吗？还是还不知道？Actually 我不懂哎，就是 OK， 那时我有拍一个 variety show from Singapore 的那位姐姐我认识，我们拍了2次，然后第二次是我出道的之后拍的，然后她就问公司有没有给我钱，然后我就讲没有哎，就是拍完之后我就回去问我的老板，请问我有没有工钱？然后我被骂了3个小时，就是我在那边一直哭，然后他叫我滚回去新加坡，然后就我一直在那边讲切中阿弥达，切中阿弥达，就一直得说对不起啦。所以之后他为什么会生气？他觉得你不应该问。对他讲你为什么要问工钱？这不是你应该问的事，所以之后我就不敢问工钱的事了。所以我们很像赚多少还是有没有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你从来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自己赚多少，到出道之后也是不知道。就我问过其他朋友，他们也是说，他们出道3年也没有拿到工钱。我在那边的10年对吗？我只赚过新币120块。No way！ 呀，而且那个不是出道的时候，那时是拍一个广告，老板也没有说是工钱，他就说新年的红包。所以我在那边10年只赚了新币120。我觉得如果我已经出道了，能没有拿到陪我是不可以留住。你不能接受120块。那你怎么有 savings？ 以后如果没有人要看你唱歌跳舞了，那最后你们是为什么会选择要回来新加坡？我是有很多 series of events that 加起来，像生病的时候 ，then 你说他们说你发烧了，不可以去 training，then 就被骂，然后就好像有一点 doubt 你是说哦你是真的生病吗还是什么？ then visa 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给 ，then training 就是很像有一点 not very well planned，你就很像觉得，那你可能在6月出道 ，and then eventually 我就觉得很像没有前途，就 OK 我要走了。我也是 series of events， 所以前6个月都会有 training， 到了6个月过后就没有 training 了。我的老板一直讲没有钱，所以我们每天到了办公室只是开一个 YouTube video 这样子点学。then 第2个是那时候我的老板叫我们去日本，他有一个朋友 who owns like a lot of buildings and everything， 所以要我们来 entertain 这样子，来 to get to know them better。so 以后如果我们出道的时候，他们可以 promote 我们。then 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一直喝酒。then 那时候已经半夜2点3点了，then 我们就很累，讲我们可以先回先吗？then 我们的老板就生气骂我们，这样我们带你来是 to entertain 这个老板，那你可能这样快就要回家。我的老板带他的好朋友来，也是 I don't know for what， just to bring him to have fun I guess。那个老板喝醉了，他就一直来这样子对你吗？对我，这样子。then 我是不敢 confront 的嘛，所以我的那个2个 member 帮我跟我的老板讲，你懂你的朋友做什么吗？让到我很
不舒服之类的。可是没有 anything bad happen 啊。啊，nothing bad happen。回到韩国的时候要 kick 他们两个，因为他们 too vocal for him, he don't like。那时候他们也是讲把那个宿舍拿掉嘛，然后我就很怕，我又没有地方可以住，那时候就打给哥哥姐姐，我问他们我怎么办，我怎么办？然后对他们讲，你有你的 passport 吗？我讲有，飞回来呀。我的 members 就帮我 back，我直接飞回来，没有跟别人讲，没有跟我公司讲。然后你老板发现了，他没有来，很生气，一直 text 我，一直 call 我讲你在哪里？这么你是不是飞回去了 OK， 所以那当时算是毁约。对 OK， ？Then 他们一直讲要诉我这种东西，Then 我有点怕嘛。Then 我有朋友who do lawyer things，他的父母是 lawyer 啦，他们叫我 list out all the things that they breach in the contract，就全部 list 下来，Then 我发给我的公司，那个公司，他们就讲 OK， 算了，I mean 这个算了，他们 bad luck 这样子就完了，没有东西。那你会觉得会对你留下什么心理阴影之类的吗？不会嘞，我也是觉得 it's a rare opportunity，所以如果 even if time reverse，I will still do it。你还是会去？我的也是，就是很多事情累积起来，然后刚好那时COVID，所以我就用那个机会回来了。不过就是得解约，得给一笔钱。节约的费用啊。对。所以当时候是多少钱？那时他要7位数，我的也是。所以我们就跟他谈了。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钱，然后就谈到6位数了。6位数还是很多。呀，没办法。可是当时不是已经就是出道了吗？对，因为我们的组是2个公司一起来管我们的组的，所以就很像很多摩擦，就很像我们本来已经准备第2首歌了，我们的老板有可能要这种风格，不过另外一个老板就觉得这个风格不好，就是因为他们的摩擦就一直delay 那个时间，所以就搞到我们的活动都变得很少。就是很像未来很模糊也是啦。虽然说这段旅程好像有很多的挑战，但你们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独立，照顾自己。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一个人在国外，你肯定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然后就是很像韩国人很喜欢喝酒，所以我每次说我对酒过敏，所以他们从来都不会叫我喝酒。resilience，就是每天都一直重复 ，like morning to night 也是做一模一样东西。You have to love what you like to do to continue keep living this kind of routine. For me， 因为我的 training 很短，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只是 make me understand Korean more。可是 independence，like being independent is very important。我希望你会有那个坚持啦，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要去做这行的话，你会遇到很多摩擦，你要放弃很多东西，就很像你不能谈恋爱，你很难有真心朋友，然后你肯定是没有时间用手机，他们会收你的手机，就是你要放弃很多东西啦。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尝试了。不过你是因为想要遇到你喜欢的 idol， 我就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吧。你们要去试的话就去，可是真的要放弃太多东西了，就 whether or not is 值得 is really up to personal preference。哇，听完你们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是要牺牲很多，为了你们就是梦想，然后为了你们喜欢的事情，真的要坚持才有办法做到。然后希望呢，就是对于做 K-pop trainee 有兴趣的人，看到这期视频呢，可以更加了解他们的日常的生活，还有一些真实的挑战跟困难啦。那希望呢，如果在看这个视频的你们，如果还是想要坚持自己的梦想的话呢，那就勇敢的去追梦吧。好，喜欢我们视频的话呢，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